天天在一起，只有嫂子，你干嘛去？我出去一下。都11点了，你还出去干嘛呀？不用给我留门啊！你就是拦着他呀？我拦他干嘛呀？他出墙了！别胡说八道啊！你嫂子平时对你挺好的。有照片，你看啊。上班化这么浓妆干什么？我天天都这样啊！一天待的时间比我都多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为什么要跟你说呀？我男朋友就是对她念念不忘，所以才不肯跟我走向婚姻的。这干嘛呢？这你不是说她前男友跟她一个公司的吗？每天车接车送的，你看这个照片，这是车接车送的问题吗？你怎么不早说你？哎呦，小妖精，赶紧跟着，别让他一时冲动，让他们再出事儿，快点儿！哎呦，快看好了！哎呦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哎，嫂子！你有毛病啊！开门！你怎么跑来了？哎，嫂子，前面车要追，哪个？出租车那个，哪个出租车指啊？你先开嘛！我还蹦上了！我让你闯红灯你不闯，这个时候还遵守交通规则，什么？什么？我说你人跟丢了！丢什么丢？我看见你嫂子进来了。这儿这么多酒吧，你确定你没跟错？只要是酒吧，不是局内就行。公共场合闹不出什么大事件来。二位找人啊？什么？你找人啊？啊，找人！我们这2楼有客房。走反了！就是他，谁呀？男小三。你确定？啊，这个。就看那个，我，你。哎，哥，这边！我过了，这。不是，你干嘛？我干嘛？不是，说一说啊，你这劫财劫色！我们心存正义，你勾引良家妇女。我都没碰她。你没动，谁信呢？我跟你说啊，打我哪儿都行，你不能打我脸。哥，怎么办？好像打不过。今天不把这小子弄死，以后还得出去霍霍良家妇女。拿着！我。我可告诉你啊，你打不过我的。我练过泰拳，就你这样的，没戏。再来！你心跳这么快，你来什么来啊？你服或者不服，我都在这里，不悲不喜。你让我缓缓，你看我今天弄不弄死你啊？不过，哎，哥们儿，话说回来啊，你应该经常锻炼吧，身体素质还不错。我就是今晚没吃晚饭，不然我弄死你！哎，这一天过得真是……来，巧克力，经常备着呢，吃一块吧。是个杀不可辱啊！巧克力，你不吃也别扔啊，真是。我问你谁主动的？没谁主动，都是月亮惹的祸。碰哪儿了？哪儿都没碰，哪儿都没碰。孤男寡女的哪儿都没碰，谁信呢？腿，我大腿、小腿啊！你放心，绝对没有超过校园纯情片的尺度。
你不用拿马赛克。哎，我问你是不是老手啊？天天拿个巧克力，就这么骗小姑娘是不是？我会员有低血糖，我得经常备着，懂吗？你为什么不加我微信？是不是不敢啊？微信？不是，你谁呀？我是杨铮。我告诉你，姐，今天这事不说清楚，你没法走啊。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鄙人阮清。你是干什么的？健身教练。你认识陈东刚？陈东刚是你朋友？认识算不上朋友。不算朋友，这么抢着为人家出头，有病吧你？来，都是些轻伤，不用送他去医院了啊。不是你今晚跟谁在一起呢？我姐。你把话说清楚，谁是你姐？哎，你别去，你又打不过他。怎么还没睡啊？我见着那男的了。你见着哪个男的了？别装了，我什么都知道。我装什么啦？我们也夫妻一场，你要是真喜欢那男的，我可以成全你们。哟，你这脸怎么了别？碰我！不是，你成全什么呀？我喜欢谁呀？你这是演哪一出啊？我以前只知道你跟你前男友不清不楚，我没想到你还是个重口味啊！你喜欢猛男，你早说呀！我喜欢猛男，谁呀？你啊？你别给我打岔。需要帮提提醒是吧？阮清，那个健身教练。啊，你别告诉我这小阮打的呀？你是不是误会了？我误会什么呀？半夜3更的跟人家出去开房，我误会什么呀？我跟谁开房呀？小阮呐？你这人真是想象力够丰富的。那给你个机会解释，你解释解释。可惜呀，他喝多了，阮清给我打电话让我去照顾他。人家有老公，干嘛给你打电话呀？吵架了呗。编，你接着编。你不信，来，你给他打电话。来，你别以为我不敢啊！打。是你让我打的啊？没想到打脸了吧？没人接。没人接你就明天早上接着打，明天早上接着调查，行不行？这么晚了，我要睡觉了。你睡什么觉？不行，今天必须要把话说清楚。你要干什么呀？我干嘛？你先跑出来个前男友，后冒出小狼狗，你问我要干嘛？杨铮，你脑子进水了是不是？我真的懒得跟你说话。现在连辩解都不想辩解了是吧？想冷静处理是吧？好，明天天一亮，我们就去民政局把这个婚姻关系解除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要跟我离婚？啊！我不跟你离婚，我等什么？等你让头上长草啊！就是在家闲出病来了，典型的被害妄想症。还理直气壮了是不是？等你看完这个，你还敢不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我告诉你，杨曼曼都拍下来了，你自己看看吧你。还笑？这叫有图有真相，你还笑得出来？你信吗？就这照片放到马路上，你随便给人问问，谁不信呢？隐情呢？前因后果呢？你对我的信任呢？信任是需要基础的，可是你欺骗过我。我欺骗你什么了？你跟姐姐在一起多长时间？3年，不是3个月。你们每天上下班一起，车里坐的只有你们2个。你要是问心有愧，你为什么不敢跟我坦白呢？不然呢？不然你就是想玩火，你就是享受暧昧，你享受拖着，你脏心烂肺你。你解释啊！又收拾东西是吧？哎，你给我帮你啊！有能耐你解释啊！别收拾东西啊！手机别忘了，别到时候联系不上你。理亏了吧？词穷了吧？我跟你说，沈明宝，自从你当了申总以后，你整个人就膨胀了，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，这个家就瞧不上了。
你是不是没想到啊？闹到离婚的地步，没想到吧？还有，我离了婚，我大不了一个人过；你离了婚，也找个比我好的不可能。哎呦，钥匙都不拿了啊！这是跟谁示威呢？杨正，阮清的拳头重，挨了打容易轻微脑震荡，所以我现在原谅你语无伦次、胡说八道。我给你16个小时时间冷静，明天下午，啊，不对，是今天下午，咱们民政局见，好聚好散。不用冷静，直接民政局见。户口本呢？拿出来。户口本我锁起来了，好事拿，坏事我不拿。人家夫妻吵架，床头吵，床尾和，你们俩倒好，一吵架就要去民政局，中间过程呢？啊，大妈，我嫂子都出轨了，我哥哥难道不离婚，难道忍着？你闭嘴，杨曼曼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出轨了？我2只眼睛我都看到了，你自己扑上去，你那么主动的。成年人说话是要负责任的。哥哥，你看他还要打我。妈说的对，你就是个小妖精，这个家迟早被你拆散了。早知今日，我当初绝对不会收留你的。哎，搞清楚，这是我家，她就再不是个东西，那是我妹妹，我收留她是应该的。你少说2句吧。反正要走就是你走。行，我走。妈，您保重，别被小妖精气坏了身体。你不能走，不能走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想干什么？你不用拦着他，让他走。你让他走。干什么？想干什么？离婚。那明宝会不会是被冤枉的呀？你可是我亲妈啊，你胳膊肘子别往外拐。是，你看他昨天晚上啊，嗓门那么大，眼珠子瞪得老圆了，替自己辩护的振振有词，不像是做贼心虚。那可不一定吧？你别别胡乱。照你这么说，这嗓门大、分贝高，说的就是实话。你还真是把，你轻点儿，轻点儿。你真把你自己当测谎仪器了？哎呀，不是，你好好想想，真的，会不会冤枉他了？可能性很低，又是人证又是物证的。你闭嘴！你轻点儿。我觉得你媳妇儿她没时间出轨，真的。你别听那小子一面之词，还有那张不清不楚的照片，你就这么一口咬定了，万一要是真是误会了呢？八九不离十。我跟你说吧，你不是不相信你媳妇儿，你现在是不信任你自己。是真的，从你休假在家以后，你像丢了魂似的。看吧，现在又闹了这么一出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我怎么想说话？你要离个婚啊？我晚放了。没有。你到底站哪边？你站哪边？真是血浓于水的情人啊，患难见真情啊！昨天晚上沈明宝跟谁在一起？我。如果沈明宝出轨了，你不能包庇他。你们男人的脑子是不是都坏掉了？都有背叛妄想症啊！薛可欣，你是不是跟沈明宝串过口供？我知道你想保护他，我给你发张照片，你自己看看。有图有真相，有图也不一定是真相。我也发张照片给你啊。阮清可是我朋友请来演戏的。
哪张是真的？这2张啊，都不是真的。你看啊，这张是借位的，这张是排练的。哎，这照片谁拍的？能发给我吗？不能。毛病。不过你别说啊，这照片啊，真的看不出来是借位的。哎呀，你们都有毛病。没事借什么位呀？还排练？是你呀，妈，进来吧。哎，把门关上。哦，来吧。好。叔叔阿姨们打牌呢。废话，这不是打牌是打球啊。妈，您看，我是专门来赔礼道歉的，要不您就让明宝出来吧。他没来我这里。他不来您这还能去哪儿啊？我告诉你，杨铮，这次可不是赌气吵架这么简单了。你这是对你老婆缺乏最基本的信任，你知道吧？不是我说你，哎，看你妈妈那种霸气的人，怎么能生出你那么个小心眼的人？说得对，说得对。冲动是魔鬼。你拿把刀子狠狠地戳了他的心窝子，不是那么好挽回的。妈，我这不都上门来求原谅了吗？您就让明宝出来跟我回去吧，给我个机会。下午去民政局，你自然就见到他。哎呀，行行，别说了，好好打牌，好好打啊！来吧，你来。妈，那我把东西放桌子上了。妈，那我先走了。哟，来，叔叔阿姨，我先走了。您好，你好，我找一下简宁。请问您和简总有预约吗？没有，你就跟他说是明宝的老公找的。谢谢。快来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我帮你吧。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原来是你啊！有何贵干？想找你聊聊。请讲。你就是我老婆的前男友。是。你们在一起多久？3年多吧。中间分开过吗？谁不是分分合合的？了解的够细的呀。啊？那你跟我老婆，在我们结婚之后，还有暧昧关系吗？哎呦，那就得看你如何界定暧昧了，是吧？为什么要藕断丝连呢？工作需要。你女朋友跟我说，你电脑里有我老婆一张照片。我电脑里有很多人的照片。打马赛克那种。我要说没有，你信吗？都是男人，我就直说了。
忘记前任是对前任最大的尊重。照片该删删，人该拉黑就要拉黑。我不这么认为。你今天必须把照片给删了。删了。你怎么证明？我为什么要证明？你个流氓！是不是电脑吗？今天不信，照片我删不了。叫保安。你再扶个脸，你老公啊就回来了。要不然你先帮我铺垫铺垫。我怎么铺垫啊？你们仨备注我不是有个群吗？就在群里先把我骂一顿，然后你再说生平的事儿。行了，你试试。行了。明宝，我是妈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吧，我觉得你特别辛苦，真的，我跟你说话都不好意思。你说我儿子杨铮哈，你说那么大个男人啊，他太不像话了，太不会体贴人了，是吧？都是他的错。我跟你说吧，不过呢，他其实他也挺难受的，真的哈。哎呦，他都病了，知道吗？他发烧烧得很高，哎呦，退都退不下去。明宝，你就回来吧，你就那什么，就看着妈的面子，行不行？求求你了啊！我说的是真的，要不信我给你拍张照片，你等着啊，等着。我把药也拍上啊，别动。行了，我看看。你看看啊。老婆，都怪我小的时候没好好补钙，所以长大了以后才缺心眼儿。我罚我自己跪键盘。你要是觉得跪键盘不满意的话，我就去跪电子秤。社畜小杨和加班小沈的爱情故事还会更新吗？老婆，要不然，我去给你买臭豆腐吃吧。老婆，臭豆腐得趁热吃，在现场吃。要不然这样吧，我现在就去臭豆腐店等着你，你赶紧过来。我们两个说好了啊，不见不散。哎，老板啊！哎，怎么这么早打烊了？下这么大雨，该收摊了，太晚了，明天再来吧。哎，你刚才有没有看见一女的过来啊？我那顾客多的是，女顾客也挺多的。哎，就是嘴唇薄薄的，桃花眼儿，长得还挺漂亮。没印象。哎，老板，我看你油还在呢，要不然你再帮我炸个臭豆腐，就炸1盒的时间，再等一会儿行不行？行吧，谢谢啊。看你这么眼熟啊，肯定是老顾客。谢谢啊，老板。跟你说啊，还是这家臭豆腐好吃，臭味能传10里啊！就你这奇怪的重口味，在我之前吓走多少姑娘啊？哎，我说，我就是这臭豆腐，你就是这蒜蓉辣酱，绝配！这辈子就这么吃吧。冷不冷？哎，老婆，你看啊，我已经到这个臭豆腐摊了，就等你了啊！来，全给你啊！来，你这豆腐好了，
回见啊！哎，老板，老板，你等会儿，跟您说实话啊，我是跟我老婆约了在这见面。你要是把他给撤了，我跟他这面就见不上了。你有老婆，我有媳妇儿，我媳妇儿在家等着我呢。哎，老板，帮帮忙好不好？哎，老板，等等。大妈，这雨下的这么大，我哥还发着烧呢。你是盼着他俩和好啊，还是盼着他俩散伙啊？那我当然是希望他们两个和好了啊！就我哥这条件，找我嫂子那样的已经相当不错了。你几个意思啊？什么叫相当不错了？我告诉你吧，他俩要是散伙了，你至少得负一半的责任。不关我的事吧？怎么不关你的事啊？是你冤枉你嫂子吧？啊！现在又跑来充好人，两面派，唯恐天下不乱。老板，还没收摊呢。我这好说歹说呀，说的我是口干舌燥，声泪俱下，老板才把这个牌子给我留下了，还饶了我一个小板凳。我跟你说，为了等你，我差点把人摊儿给盘过来，我差点没改行去卖臭豆腐。我告诉你啊，窗口期已经过了。只要这牌子还在，窗口期就永远过不了。看看这伞，婚姻就是这把伞，信任就像骨架，骨架要是散了，婚姻也就散了。一块破布能遮风挡雨吗？老婆，你说话还是那么有哲理。你看，我去花店给你买的花，这花代表热爱真切，也有为爱道歉的意思。所以我觉得，只要爱还在，婚姻只是个形式。这算是骨架散了，咱也能给它接回来。夫妻之间的信任呢，薄的跟纸一样，脆的跟鸡蛋壳一样，一碰就破。你别上纲上线儿啊！你还回嘴？老婆说的是。吵架费钱吧？我这么会过？果汁来了，给嫂子的，给我的，这么殷勤干什么？我乖嘛。你是怕我找你算账吧？你不会的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，你的肚子能撑宰相。我已经把照片删了，不信你可以检查我的手机。你还裹乱吗你？不裹乱了，不裹乱了。还挑拨离间吗你？我是最支持家庭和谐的，从今以后我就是家里的小胶水，哪里有裂缝我就往哪里钻。行了，快出去吧，跟嫂子聊两句。这。爸爸。但是，不对。甘叔，
双数。甄大夫，你怎么不找我来看病了？我已经好了。你肯定没好。杨正，我给你准备了一整套治疗方案，用最科学的方法治疗你心病。哎呀，我好了，其实我都没病。病人都说自己没病，那没病的人还能愣说自己有病啊？我跟我老婆现在挺好的啊，拜拜啊。哎，你还会来找我的？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好了，开始热身啊！好了，跟我做啊，跳！互联网公司的年轻态已经严格到容不下30到35岁的中年人了。那些求安稳的人，第一个被干掉。哎，曼曼，你跟这个刘新川什么时候加的微信啊？今天碰到的。我看你每个朋友圈他都给你点赞，这小子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？舔狗那么多，我哪知道啊？哎，杨真啊，你这假放这么长时间了，你们领导几个意思啊？什么时候让你回去上班啊？啊？我这是带薪假期，公司白养我，何乐而不为？那你等了一会儿，不老在家里歇着呀，是吧？那个刘信川前2天怎么上班了呀？你说什么？刘信川回去上班了？听他前2天跟我说的呀。换动作了啊！好的，有请来，你啊，对，郑哥，这休个长假，睡上几个囫囵觉，这不是好事吗？我前2年的假期全都没休，全白费了，我都快羡慕死你了。我自虐行不行？我休假超过3天，我心里就发毛，行不行？更何况现在产品大规模召回，这个节骨眼上谁能踏实？哎，是。哎，郑哥，你是怕点卯的时候不在场，怕背上这口黑锅？你是个单身男人，你不懂。作为家里唯一的男人，中流砥柱，有2件事情不能出问题。第一是身体，第2就是工作。哎，这嫂子也是女强人啊。你嫂子她是外强中干。郑哥，我一个小员工，食物链最底端的小生物，我怎么可能知道高层的人事安排呢？就没有什么小风往你耳朵里吹啊？这还真没有。哎，不过你可以问问吴总啊，他跟你不是球友吗？我肯定也会帮你好好打听一下。郑哥，那个曼曼现在是不是还没有男朋友啊？你想干嘛？不是，我是还记着你跟我说过的话呢。我说什么了？你说让我对曼曼负责。我说过吗？没有吧？哎，怎么物极必反啊？啊，体力又变差了呢？不会放水了吧？啊！我老婆天天给我吃生蚝，你懂的。哎，老吴，啊，怎么了？咱们公司最近就没什么风吹草动。什么风吹草动啊？大老板什么时候叫我回去啊？天为难测，我上哪知道去？你说咱俩多少年了啊？这个时候你不帮兄弟哪单啊？哎呀，哎，你别叹气呀！产品大规模召回，所有人啊忙得跟孙子似的。不是，那这个时候我更应该回公司啊！
我得为公司出一份力啊！出什么力呀？就没什么小道消息。老板，我冒死给你透个底儿啊！我得到一内部消息，说公司呢可能要空降一个副总过来呢。空降副总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什么很正常啊？这副总做技术的，你说这传递什么信号？什么信号？你说什么信号吧？你现在体力差，这个人情世故更差。你说来了之后不搁技术部搁哪？搁技术部就搁技术部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有什么关系？但你现在占着人家总监的坑呢啊！万事皆有可能，小子啊！哎，我可是刚跟大老板续了合同啊，人家又没说一定要开了你，也许把你调到华北区。要是不愿意，你就辞职。我跟你讲啊，公司对上一任财务总监就这么干，明白吗？嗯，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啊！哎，来呀！这一天打电话的指标50来个，完成了几个？打了3个，2个占线，1个没接。给你个任务啊，现在马上去玫瑰园西区6单元102拍几张照片回来，挂网上。这个任务完成不了啊，这个月底薪减半。哦。老大，玫瑰园不是不让进吗？对呀。大哥，你心情好吗？放我进去嘛，我去看看房子。你们公司的一律不让进。为什么？领导规定。哎呀，大哥，这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嘛，你就行好，放我进去一小下，可不可以？不行。哎，张队，哎，小张，帮上开门啊！哎，不说了吗？不让你进。你可怜，我心情好，放我进去好不好？大爷，你别走，底薪都没了。张队，有人闹事儿。这不是杨曼曼吗？顾伯伯，干嘛呢？你这是？我要进去拍照，他们不给我进。你先下来。哎呦，这孩子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啊？你们公司跟这个小区的物业是有矛盾的，他不可能让你进。啊？谁让你来的？我们主管。我看你们主管是诚心刁难你。那怎么办呀？我完不成任务的话，我就没底薪了。你这样，你听我的，你把工作服脱掉，我带你进去。哎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他为什么不能进？顾大爷，他们公司的人不能进咱们小区。我不管他是哪个公司的，这是我亲侄女。开门。来。知道了吧？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。您请。好。抬高处。这样拍出来的广角啊，显得房子大，是吧？对，低角度。今天谢谢你了，顾伯伯。没事。咱们合影一张吧。好。比心。这个手是这样交叉。这样。哎，3、2、1，比心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这个东西我一会儿给你送过去吧，我现在吃饭呢。顾伯伯，今天真是多亏你了。
这顿饭我请，要是不够你再点啊。行了，你挣那点工资还是我来吧。哎呀，你别吃了，赶紧回来，着急用呢。好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尽快好吗？工作要是不太顺利的话，不如换个工作。嗯，现在什么工作顺利啊？你看我姐，每天忙得3餐颠倒，还有我哥，这才休息几天呀，他慌得跟丢了魂一样。忙也得忙到点儿上，你那个主管明摆的是在耍你啊。吃饭。啊。看我干嘛？脸上有东西吗？嗯，我就是想到我爸爸。以前我跟他吃饭的时候也老玩手机，他也不让我玩。你的事情呢，我听说了一些。甭管怎么说，咱爷儿俩也算是有缘。这样吧，吃完饭我到你公司去一趟。好。这个以后少点这种油炸的东西不好。但是油炸的好吃。你不让我进去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知道，我们钱总说了，他父亲姓钱，不姓顾。他说他父亲姓什么？姓钱。顾师傅，你确定这老板是你亲儿子吗？当然了，那还有错啊！哎，小张，小张，顾伯伯，您怎么来了？你好，你好。哎，这是我们家一个远房亲戚，在你们公司上班，竟受欺负了，帮我关照关照。好，回头我给他们主管打个招呼。谢谢你啊。那您要不要跟我进去喝杯水？你看这样我进得去吗？啊，我进去还不够丢人的呢。行了，交给你了啊。好，再见。啊，再见，顾伯伯。好好。粉红色的外套呢？老公，你看见了吗？我粉红色的外套。啊，我跟你换。哎，我跟你说话呢。闯祸了，出了轨了，结了仇了，银行卡丢了，你失魂落魄的。哎呀，别瞎猜了。工作的事儿怎么样了？我现在觉得我手里的饭碗有点不太牢靠。那个小刘和老吴，他们怎么说的？都支支吾吾的，什么都没问出来，只正想办法。哎，你不是认识我大老板的老婆吗？你帮我去打探打探呀。我不认识啊。你怎么不认识啊？我们结婚的时候他来过一次，还有一次我们公司家庭聚餐，就是。哦，特名媛范儿的那个女的是吧？对对对对。我试试。要不怎么是你优秀？你刚才找什么来着？外套啊。什么颜色呢？粉红色的。当然了嘛，那红是那件吗？嘿。你什么时候辞职啊？我不辞了。今天顾叔叔来了，店长对我超级客气的。顾？他给我做的职业规划，还教我怎么积累经验。他还说什么了？他还说他这里庙小，让我先待着，等有了更好的发展机会再离开。我觉得他是真心对我特别好，让我想起了一个人。你爸。早点休息。
这是干嘛呀？明天你大老板女儿的游园会，我要给她这个裙子呀，上面镶满这个施华洛世奇的水钻。这事儿你干妈帮的？你可别跟妈说。为什么？你跟妈怎么说呀？说你工作快丢了，你这不让她担心吗？那你这一晚能弄完吗？没问题，躲不过一个通宵。行，我陪你。晚了，我3点多了，整不完就睡觉吧，别弄了。那可不行，弄不弄得完不知道，但是总不能留遗憾吧。老婆辛苦了。没事，你睡吧。那怎么行了？我给你捏2下吧，坐累了吧？老婆辛苦了。不辛苦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已经找到门道了，我轻车熟路，马上就好了。你说的对，我们的老公是同事，我们理应互相帮助。是啊，你老公让我老公放了半个月的大假，替我们谢谢他。你家杨铮现在是清点的背锅侠，马上就要变成妻子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别吓唬我。我们是好姐妹，我才告诉你的。总公司打算派你们家杨铮去外地开荒。开荒？去哪儿啊？华北去吗？华北去也算一片锦绣了，派他去那儿能叫开荒吗？那是去哪儿啊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没问那么细。杨铮年轻，没有孩子，派他去那儿于情于理多合适。就这么简单？人事调动从来都不简单。好好准备吧。去外地？我们以后不会这分居两地吧？想你了怎么办？万一想你呢？现在呢，交通都很发达，对吧？全国各地几个小时就到了，大不了咱们以后都为航空事业做点贡献呗。那飞来飞去的也挺折腾的。这不生米还没煮成熟饭呢吗？要不再争取争取？怎么争取啊？要不你再帮我想想办法？行。哎呀，今天老婆你刺探情报有功，要不然我陪你整顿烛光晚餐。真的？必须的。好好好好好，走。好，扫这就行。谢谢。丸子，还有这边，然后这边这个白色，啊，鱼丸。好，谢谢。你好，你好。加3块可以换购1瓶酸奶，有需要吗？小美，好久不见，我给你发微信，你怎么不回我啊？总共15，微信还是支付宝？扫这儿。哦，那我换购1瓶酸奶吧。不好意思，没了。你扫这儿吧。来，下一个啊。来，加3块可以换购1瓶酸奶，有需要吗？好，总共10块，需要袋子吗？我走了啊，拜拜。小美，那你喜欢吃的。
你怎么在这儿当上店员啦？托你的福，自从实习公司被端了之后，我就被延毕了。啊？我现在去别的地产公司面试，他们都以为我是那个报警的实习生。那你可以跟他们解释啊，这本来就跟你没关系嘛。有用吗？要不是被全行业封杀，我至于在这里打工吗？我是想帮你来着。送你一句话，不要以为四海之内皆你妈，你捅的娄子，总会有人替你背锅的，成熟点吧。我妈早死了。哎，老板，你这干嘛呢？怎么了？我碰到小美了。哪个小美啊？就是我们公司之前那个前台，她把我骂了一顿，还说我害她被全行业封杀。我一直都是把她当朋友的，我就想为她好。你看他吧，就是磨刀舔血混饭吃，对吧？你看你有哥有嫂有大妈，你们层次不一样啊。那你跟那个薛可欣不也层次不一样吗？真正的友谊是什么？不是没有裂痕，而是满是伤痕却崩不开。没事儿，多大点事儿？你看你哭的。衣服、整洁、球鞋、雪白、发型一丝不乱，完美。走，走。妈，等我好消息。走了啊，慢点儿，路上慢点儿。老大，看什么？很闲吗？哎，不是这，人事命令呢，昨天下来的，可能没来得及通知你。刚才那个就是我跟你说那个空降下来的 VP 啊，硅谷人才，技术出身。不是，那我干嘛去啊？是这样啊，人事部呢又新设了一个职位，叫质量控制总监。郑子，这回是平级调动啊，平级。哎，不是，跟平级不平级没关系，我就没听说过有这个职务啊。座位在那儿啊。不到黄河不死心，不撞南墙不回头啊！啊！哎，行，你别拉着我，我就跟他说两句话，老板，我拦不住了。没事。詹总，为什么我的办公桌被人给占了呀？还给我了一个叫什么质量控制总监这么有趣的一个头衔呢？公司策略。那我能问一下为什么吗？你是失望个为什么吗？年轻人，你不要患得患失。公司对你的职位有其他的考虑。其实你新的办公室现在还在建造当中，那边的风景很好，有野生动物。听说在安静的晚上，能听见10公里外的野狼的嚎叫。那这个你说的美丽的地方在哪儿呢？你家来。什么地儿？美丽的你家来。你要是不想去的话，可以辞职。好的，我今天很忙，1分钟后有很重要的约会。啊，对了，你那个护照别忘了送过来，公司给你办商务签证。
詹总，我能问一下，我能知道我自己是怎么输的吗？你连怎么输的都不知道，你怎么可能赢？啊，对了，你帮我谢谢你太太，我的女儿非常喜欢她做的手工作品。好的。真哥，什么事儿这么开心？没有，不是，我是听到公司最近有流言，说要调你去国外，真假的呀？啊，这事儿还没最后定呢。哥，你放心，你走了以后，我一定好好照顾曼曼。我说你乐什么呢？我也会经常去看嫂子和阿姨的，你放心。请进。用专业的知识化解你内心的创伤。你好，我是甄大夫，有什么可以帮到你？甄大夫，是我，杨正。我一直在等你。这个点儿还没下班吧？为了病患身体健康，医者仁心，时刻不忘。10几年前刚上班的时候，老板还叫我们工程师，现在只能降格叫码农。所有大公司都一样，喜欢把有创造性的事情标准化，每个人负责一块儿，还给你备份着，随时都可以把你替换掉，一点安全感都没有。不像你们医生越老越值钱，我们程序员啊吃的是青春饭，越老越不值钱。我也帮公司招过人，都一样，都喜欢招年轻、便宜、能加班的。我现在36岁，在我这个年纪啊，是应该往上再冲一冲，好好规划一下。但是你越往上走，你就发现岗位越少，一步上不去，你这辈子都没机会了。可是我真的不想再继续敲代码了。我也想过想要跳槽，但是结婚了，房贷来了，安逸的舒适圈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勇气跳出去的。我觉得啊，公司就是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，你也不能怪它凉薄，它本来就是这样的。要怪啊，只能怪自己太傻。我也曾经相信奋斗是光荣的，盯着贡献值，就跟盯着高考成绩一样。年度大会上要是得个奖，就觉得是自己的人生巅峰了。可是这些有什么用啊？哎呀，毛用都没有。产品一召回，需要背锅的，背锅侠就是我这样的傻子。职业给你的压力大，还是家庭给你的压力大？你害怕的到底是失业，还是失业之后在家人面前抬不起头？其实啊，我没什么问题，就是想找个人吐吐槽。我以后可能也不会再来了，因为我过几天就要去你家来了。等我到那边啊，往这儿给你寄点纪念品。你要出国？真的假的？真的。说好听点叫外派，这不就是流放吗？但是你要是往好处想，哎呀，他
还能给家里多拿点补助，挺好的。我是家里唯一的男人，我什么事得戳着，不能倒下。那也不一定呀，哪里摔倒哪里躺下。躺下？醒来又是一条好汉。今天怎么这么好啊？来接我。反正我也没事儿，父亲在家。你怎么了？有心事儿？那个，我们大老板已经确定了要把我调到你家来开荒了。哪儿？你家来。不是，那这是为什么呀？产品召回不是对人负责任吗？谁让我脑袋大的那几天不在，这口锅正是让我顶上了。这等于还没过堂呢就判刑了。呈堂证供，律师申辩，一概全免。哎，李先生。出去啊，沈阳。啊，现在带你看房去。我来帮你。啊，谢谢啊，这个车有点沉，不好意思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好，来上车吧。坐这个去啊？啊，对对对，在拐角那边坐这个就行了。好，坐好了。行，准备走了吧？你手干嘛呢？你干嘛呢？你下来！我让你从我女朋友身上下来！哎！你干嘛呀？这是我客户。什么客户啊？他吃你豆腐！我要投诉！你去啊！你个臭流氓！我还报警呢！我！你等着，你等着啊！我换家买房子，我不在家买房子。别走啊，李先生！等着。你有病啊！他刚刚真的在吃你豆腐，你没感觉吗？那坐车不得扶一下的吗？有那么服的吗？你为什么要自己骗自己啊？我必须要忍，我没有底薪，没开张就等于没有钱，你懂吗？曼曼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？你以前不是这样子的。哎，你忘了当初咱们是怎么去把那个咸猪手的 HR 给治了的？现在可好，咸猪手都快伸到你衣服里去了，你居然无动于衷。刘金川，你有钱吗？我有啊，你要多少？有钱就买房呗，3居室，2居室也行。买不起啊？那买个开间呗。你连买个开间的钱都没有，就不要在这里叫嚣了，好不好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以后不要再假扮我男朋友了。妈妈，妈妈，哎，需要有个人保护你。我已经没有爸爸妈妈了，没人保护我。现在哥哥嫂子让我住在家里面，大妈也不收我房租，我已经很感恩、很知足了。可是我天天在家里面耍贱卖萌，总不能出来也是这样吧？总不可能一辈子都是这样吧？麻烦让一下，我要去追客户了。让开！我再给你买几件衬衫吧，不知道嫌衬衫有点少。别乱花钱了，到时你可以给我买一顶草帽，买一双凉鞋，哎，最好再弄个蒲扇，我到时候赶蚊子用。你可想好了，倪家来呀，这古时候发配流放，顶多也就去个玉门关呀、宁古塔的，还嫌远呢。又不是我想去。那这要去多长时间啊3年5载，谁知道呢？3年5载，那我不成高龄产妇啦？
老婆，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吧？我干嘛去啊？我总经理干得好好的，工资拿得好好的，我不去。你根本就不爱我，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了：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哎呀，你过来，你别那么幽怨好不好呀？我非得跟你去发配流放，我才是爱你啊！我们大老板都说了，不去就得辞职。那辞职就辞职呗，辞职吃什么呀？工作不会再找啊？你老公我今年36岁了，你随便找一个 HR 去可以问一问，哪个公司会要一个36岁的程序员？你不是程序员，你是技术大拿，你又懂架构，又懂项目管理，你说你多厉害呀？是不是？你就是在舒适圈待久了，你不愿意冒险。我这么厉害？嗯。倪家来，沈明宝，你可千万不能头脑发热就跟着去了。这年头可不流行什么嫁鸡随鸡、嫁狗随狗的。我这才结婚多久啊，就要独守空房了，感觉前途渺茫啊！怕什么？干什么？咒我呀你？哼，难道我还祝福你啊？祝福你在倪家来开花结果。我跟你讲，公司要股改上新3板，到时候拆分业务，一个是广告公司，一个是媒介公司，有很多业务是需要拓展的。你要是走了，就是对我赤裸裸的背叛。我这女儿啊，被我给惯坏了，结婚闹分居都瞒着我。薛东，血浓于水啊，都会过去的。再说了，我觉得可心挺有商业天赋的呀，真的。我给他介绍了几个客户，都拿住了。什么商业天赋啊？就连开小卖部的算账都比他算得清楚。您对他也太苛刻了。薛总，如何来介绍您签字？你好，请问您找哪位？薛董。薛董，请问您有预约吗？见他，我不用预约。赵小姐，哦，请进，请进。这不是苛不苛刻的问题。Hello， 谢叔叔，好久没见。宋文，你怎么来了？好久没见您了，越来越年轻啊。是不是爱情滋润的呀？爱情的折磨。哎，宋文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新招的董事长助理，叫钟启明。启明，他叫赵宋文，我跟他爸爸是世交。这孩子啊，要不是留恋华尔街，估计现在董事长助理的位置啊，轮不到你。你们俩以前认识？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是校友。啊，好久不见，师妹。好久没见，师哥。来者不善。早就知道你俩的关系吗？铺垫了，说是校友，我师妹。你俩真分干净了？都4、5年没联系了，还想怎么样？我告诉你啊，一定给我保持好距离。保不保持的重要吗？人家现在资源多好啊，要啥有啥，顺风顺水的。听你这意思，还没放下呀，酸溜溜的。放心吧，我有分寸。行，进去吧，别出来太久。
喂，你好，这里是1个小时能挣1000的平台，对吗？只要用您的身份证信息注册手机 APP、手游试玩、QQ 投票等业务，月入100万不是梦。有什么风险吗？高风险高回报。您要是有兴趣的话，还有别的业务推荐给您。澳门赌场在线发牌，万人在线，火线 PK。什么玩意儿啊？哎，老薛啊，咱们再喝一杯呗。来，今天薛董可是拿了瓶好酒。一起。我薛桂祥这辈子啊，最准的就是我的这个投资的眼光，投什么赚什么，做什么成什么。哪怕你今天在地底下埋2两黄金，1个月以后你去看，一定能收获1斤黄金。是，来，我们一起敬薛董一杯，来，开个玩笑，来，老薛是厉害呀！来，投资这个东西啊，其实不难，说简单也简单。投资你们知道主要是投什么吗？投资是投人，像宋文这样的人才，他做什么我都支持他。那我先谢谢薛叔叔了。我这次回国呀，是看准互联网金融，确实是个风口。互联网金融会不会太热了呀？做什么行业要做的话得趁早。如果说等臭大街了才杀进去的话，到时候就剩下残羹剩菜了。薛叔叔，我倒不这么认为。并不是第一只螃蟹才值得一吃，前面有多人的经验可以去借鉴，或成功或失败，不用自己一一试错，不是挺好的吗？我倒是觉得，不管是蓝海还是红海，如果真的有竞争实力，总是能杀出一条血路的。是啊，还不敬薛叔叔一杯啊？对。来，薛叔叔，哎，我敬您。谢谢，谢谢您。老薛啊，咱们这代人的经验啊不灵光了，他们是伴随着这个互联网成长起来的，有他们自己的本能。宋文确实是有大将之风。这样，宋文，改天呢到我公司来一趟，把你的投资计划拿给我看看，到时候我们再详谈啊。不过呢，她毕竟是个女孩子，早晚得结婚了。是。宋安，你有男朋友吗？不急啊，这个结婚呢还是得慎重。这个晚点结啊，总比看不清乱嫁人要强啊。我们一起来敬薛董一杯吧。对，来，老薛，你们喝吧，我上趟洗手间。那赵总来，咱们喝，我敬您，我是晚辈。来，也恭喜小赵总，这是生我气了。你说的这话也确实是有点。哎，都是老朋友，不介意。来，喝。蛋白粉增肌粉要不要了解一下？那个蛋白粉增肌粉了解一下。那个我们公司的金牌增肌粉和蛋白粉啊，原价699，现在只要488。哎，蛋白粉要不要了解一下？不要！健身很有用的，真的。哎，大哥，蛋白粉增肌粉了解一下。小伙子，你身材这么好，怎么不去当教练呢？我以前当过，现在没怎么练了。那就搞网上直播卖货嘛。这现在做生意啊，全都是互联网，傻子才搞线下的，挣不了几个钱。你啥时候辞职啊？我为什么要辞职啊？我辞职跟你洗衣服做饭呢？咱俩是夫妻，洗衣服做饭那不是应尽的义务吗？我洗衣服做饭，你给我发工资吗？为什么付你工资啊？
咱们家有房贷要还，对吧？咱们还得准备孩子的教育基金，还有曼曼的嫁妆，2边老人的养老金。这些钱我会挣回来的，你就不用操心了。反正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从前有个傻子，他养了一匹千里马，可是他拿它拉磨时，有一天有一个相马的伯乐专门找到他，花重金跟他买这匹马。可这个傻子呢，打死不卖。他说：“这哪儿是马呀，这是一头驴呀！因为我是从驴肉火烧店给他买回来的。就算它是一匹马，他也得在我家拉磨，拉到死。”我消化一下啊，消化一下啊。我觉得人说挺对的呀，那你就给我拉一辈子磨嘛，那舌头已经误入歧途了。喂，薛董，我想好了，新3板上市，我要干股。你不惜打断我的海鲜大餐，就为了说这个？对。行，我答应你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谁让你是我的真爱呢？好了吧？再见。哎，你跟赵颂文是什么关系啊？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就是感觉你们俩认识不是1天2天了吧？前女友。难怪。为什么分手啊？太强势，不适合我。哎，也是，没有男的喜欢太强势的女人。也不一定，那得看他是不是足够主动。谢谢啊。可心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给我机会啊，其实就是不给自己机会。那我想知道，你钟启明又是看上我哪一点了？这么催着我离婚？你心里没答案吗？我明白了，只有我离了婚，你才能够得上我这样的吧？毕竟我是我爸的独生女，而我爸又是几家上市公司的实际掌控人。你是不是一直盼着我离婚呢？等着我没人要，你等着捡漏呢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是个人，不是物件，是非卖品。你呀，只是还没明白这个道理罢了。我结婚只有一个前提，就是相爱。像你这种物化女性的人，不要说爱了，我打心眼里反感。可心，那你又凭什么呢？不就是凭你是薛桂祥的女儿吗？总有一天你们都会知道，我薛可欣就是我自己。直播，能信？停铃铃，停铃铃，这个时候别先铃，千万别先铃，别先铃，别先铃。
干嘛呢？撅着个屁股。我没干嘛，上厕所呢。你干什么不敲门就进来了呀？不是老夫老妻敲什么门啊？老夫老妻也是有隐私的，好吧？距离产生美。距离产生美，你妈电话接不接？哎，春春，是不是厕所没上完呢？上什么厕？喂，妈。2条杠中队长。什么？什么中队长？我大姨妈晚了，然后这个试纸上面2条杠。哎，那你有妊娠反应吗？我最近老觉得有点犯困，然后鼻子灵得跟狗一样，闻什么都恶心。不会是炸糊吧？我倒希望是炸糊。哎呀，你明天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吧，好吗？这次你可得小心了，你也不是小孩子了，之前又流过产，尤其是跟你们家这神枪手说，不能做的事情千万不要做，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？我们家这神枪手啊，马上要被派到国外去了，我和宝宝都会很安全的。你现在还上班呢吗？上着呢。知道你们白领啊工作压力大，适当的加班是可以的，切记不能熬夜，一定要多休息啊。不用辞职啊？你见红了吗？有没有腹痛？没有啊，那倒不至于辞职，小心些也是应该的。主要平时啊营养得跟上了，多注意休息，在家呢你仔细的观察一点，要是有什么不舒服的，就及时到医院来找我。好，谢谢大夫。回来了。啊。怎么了这是？又让人给非礼了？哎，别胡说，工作上的事郁闷的。怎么了？小妖精费了好大的功夫，陪客户看了几10套房子，好不容易谈成的生意，被他们主管领导私自降了1个服务点，把生意给撬了，竹篮打水一场空。翘单了是吧？哎呀，别难过了，这种事情呢，在职场上是很常见的啊。就是，谁让人家是领导呢？我已经跟他们同流合污了，1个礼拜我扮演了4回买家，我完全按照他们的规则在玩，可是结果呢，还是不行。我老板都说了，像我这样坏过规矩的人，全行业封杀。哎呀，你成熟点儿，生活中这种事儿太多了，慢慢就适应了。我最烦的就是你们这种人，用成熟的名义妥协，用正常的名义面对所有的不公平、不公正。哥，你们公司对你不公平，欺负你是个软柿子，把你送到国外去，你觉得这很正常？啊？好，可以，这是你的选择。可是在我看来，面对所有的不公平都觉得正常的人，才是坏人的帮凶。你们全都是坏人的帮凶，总有一天你们会后悔的。老公，辞职吧。我觉得曼曼说的对，以成年人的方式妥协，他就是认怂。哎呀，我已经过了对天对地的年纪了。行吧，随你便。曼曼她不懂事儿，等她到我这个年纪，她就知道妥协是退一步海阔天空。真哥，早。走。哎，真哥，早。哎，走。保安怎么还没来？应该马上就到吧。哎，你去安抚一下啊！你去安抚一下。啊，我去安抚一下去。走啊，咱俩去安抚一下。Good night，等着，一会儿看好戏吧。Right。
老板，我帮你把这些都没收了，啊，我一直告诫他们，不要干这种事，要冷静，要通过平。企业要发展，个人也要发展，你可以辞职，但你坚持没闹，你可以上用人单位的黑名单。你从业10几年，你不希望把自己的一线的奋斗全都白费了。今天这个状况，完全可以把你开除。就算今天没有这么一出，年底的考评，你也会再被淘汰最后的那个7队。这样考量下来，去你家来是你最好的选择。当然，选择权还是在你自己。既然你上有老下有小，你就更输不起。你不要被某些人怂恿，当了僵尸。我希望你好自为之。杨真，你知道这个健全的公司，制度化做得越好，越是没有谁是不可或缺的。我知道。那你知道每年都有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，公司并不是非谁不可。我明白。你明白？你还要闹？因为我最讨厌的就是你们这种人了。用成熟的名义妥协，用正常的名义面对所有的不公平、不公正。人总是不能以成熟的名义去妥协，总是对不公平的现象视而不见。你觉得哪里不公平？首先，产品召回责任不在我；其次，去你家来的发展策略无可厚非，但是人力安排欠妥，人力资源是不可替换的。这些不是你说了算，当然不是我们这些人说了算的，都是你们这些做老板椅子的人说了算的。其实我对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一直都不太认同，个个争上游，总有人被落下吧？落下的人怎么办？不是被淘汰，就是被你们发配去国外。你知道为什么今天大家都不接受去你家来这个结果吗？因为在某种意义上，只要他们去了，他们就被扣上了一个失败者的帽子。如果不成功就是失败的话，那这世上失败的人就太多了。成功的翻译词就是失败。你说的对，那就让我来做这个失败者吧。你要好好考虑一下，你会上黑名单了。随便。你不是上有老下有小吗？我大不了让我老婆养我，我老婆挺能干的。现在都不知道敲门啊？这是品牌重塑的计划和种草拔草的策略，你看一下。还有，明天下午把时间留出来，我约了个场景营销专家。咱们也去看看什么叫做 LBS， 场景交互系统。哎，技术方面我可是白痴啊。沈总，你现在还有24小时可以补课。关门。Yes, madam.
呢，既然大家都在这儿啊，我呢就宣布一件事情。哎，这么巧，我今天也想宣布一件事情。那你先说。女士优先。我先说。哎，那你那事儿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？这就得看你从哪个方向来看了。我这个也得看是从哪个方向看了。就行了吧，你们俩来来回回打什么哑谜啊？有什么话就直接说，赶紧的。你先说嘛。啊，那我先说。好吧，我来替她说，她怀孕了啊！真的？我要当姑姑了啊！哎呀，太好了，明宝，这次可一定要好好保胎啊！你是有过这个流产经历的，什么都别说了，从现在开始头3个月你在家里躺着给我过。哎呀，没那么夸张，医生说了没有关系的。什么叫没关系呀？是医生的肚子还是你的肚子啊？出了事情谁负责？我跟你讲啊，保胎药必须天天吃。想当初你就是我打了1个多月保胎针保下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又老焦啊！那你呢？啊，你呢？哎呦，就那傻小子要当爸爸，傻死呢！赶紧说吧。我要失业了。啊？哎，等一下，这个空间狭小，空气稀薄，咱们限人数，咱就女士优先吧啊！哎，1、2、3，哎，你上吧，快！哎，女士优先，不好意思，好，可以了啊，你们等下一把啊。挺麻烦了啊，不好意思。行了，可以了，不差这2步了。早。早。来，早。防护服。早。来，你们收！你们公司这么多电脑，安全第一。哎，听话。老大，那个咖啡泡好了，放我桌子上。好。你嫂子现在不能喝咖啡啊！来，给你嫂子杯子，温的啊，千万不能太热。下班我来接你啊，安全第一啊！菜齐了，这怎么全是生的？这不有熟的吗？你把我们当兔子了。你媳妇儿需要营养，这你们就不懂了。我看过一篇养生的文章，他说所有这个煮过的蔬菜啊，里面的酵素全部都被破坏了。但是这个黄瓜就不一样了，你们没有感受到它旺盛的生命力吗？你们以后得听我的，要学会养生。我现在要去叫外卖，想吃的跟我来。我吃烧烤。我吃馄饨。好。给我点2个腰子。你怎么没去倪家来啊？这怎么哪儿都能遇见你？这就是缘分啊！倪家来纪念品呢？啊，我辞职了。很好。好什么呀？都失业了。这正是弑父的象征。哎呀，甄大夫，这不是你真实啊！哎，辞职以后什么感觉？很平静。有没有一种满足之感？满足之后的空虚之感，空虚之后的疲惫之感。你还要继续找我来看病。你是我最典型的病例，你照着母亲的形象找了妻子，证明你有典型的欧迪普斯情节。甄大夫，我真没病。你听我说。哎，你听我说，我马上就要当爸爸了。很多人呢说男人对这种事情是后知后觉，但是我现在很有感觉。性别倒错。哎，我特别希望能在怀孕期间检查你的荷尔蒙变化。甄大夫，再也不见。
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啊。公司需要新的增长点，楼宇广告虽然已经饱和，但是精准投放这块还是有的做的。来，我给你们演示一下。好科技啊！有没有谁想试一下的？我来试试。这个好，这个有点意思啊。明宝，来试一下。这个有点意思啊。还有谁想试一下？哎，我来。这我今天早晨刚搜的，他就知道了，侵犯我隐私。蒋梅，最近有点恨嫁啊。这是大数据的一种渠道应用，它会跟你。你今天必须来产检啊！都拖了1个礼拜了。我要是自己有那功能，我用你来啊！什么马上？你上次也说马上，我在你们公司门口等你3小时。石明宝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做是对你自己肚子里的孩子不负责任，是对你自己不负责任。快点，儿子等你啊！好，我知道了。我要去做产检。产检？天哪，你简直是西施好老公啊！哎，我老公他绝对不可能陪我来做产检。可不是嘛，你老婆简直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我们老公肯定忙，我这闲着没事儿，我就过来了。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来的呀！你们老公肯定是忙，为什么我替你们老公做点什么？要不然我帮你接点热水去吧。谢谢。我帮你打热水，什么需要交费的单子吗？我帮你们带过去，帮你们跑团。你们有什么需要告诉我啊？我先给你打点热水啊。真好。喂，我会看怎么样了？不能用手机。哦。产检呢？大夫，这是有什么问题吗？我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确定。你这宝宝是哪儿不好了吗？我上次产检的时候还都好好的呢。等一等。我就说吧，让你别上班，头疼又那么重要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这下好了吧？哎呀，我错了。哎呀，我不是担心宝宝，我担心你，岁数这么大了，身体经不起折腾。都别说了，没完了还。宫内阴沉10周，双胎。双胎？双胞胎？这说谁名堂？哎，你怎么开得更慢啦？哎呀，这挺快的了，咱车上现在4个人呢。不过这一下来了俩，咱们这经济负担可又上去了。哎呀，咱俩能挣。哎，你说这个到时候咱得请月嫂，得请金牌的吧？还得是2个。哎，这个婴儿用品咱得买双份啊。哎呀，完了，草率了，这婴儿车买早了，咱回头给他退了，换个双人的。你呀，还挺有当超级奶爸的自觉啊！呀，人都说了，说我性别倒错。谁呀，嘴这么坏？哎呀，不过，杨真，这俩要是出来了，咱家可怎么住啊？哎呀，没错啊，现在都有点住不下了，一下来俩。哎呀，没事儿，
积极、更健康。妈，哎，快！今天怎么下班这么早啊？哎呀，我们2个去产检了。哎呦，怎么样？孩子怎么样啊？啊，结果怎么样？您自己看吧。双胎啥意思啊？就是您看到的意思。 2个双胞胎。真的，你看这一个，这一个，哎呦，太好了！你嫂子真厉害，一怀俩，行啊你。那宝宝出生以后，是不是家里都没有我睡觉的地方了？有啊，厨房、厕所、床底下都可以睡。哎，别瞎走吧，快给嫂子倒水，快去。哎呦！哎，妈，太危险了！哎，帮着捡一下，捡一下。你不管。至于吗？哎。下班了接你啊。拜拜。拜拜。耶，什么呀？双胞胎。双胞胎？真的？哎，恭喜啊！姐夫请客吃饭。没问题。哎，你说你都吃了些什么呀？这一下能怀俩？也就10天一个人形手屋，8天一个千年老参，5天一颗灵芝，3天一只王八，1天一只鸡。你这孩子怀的不是时候，真是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是孕妇，受法律保护的，别拿你资本家的嘴脸对我啊！哎，我这刚找着点成功人士的感觉，你就又给我出难题。哎，问你个事儿，你讲吧，我现在什么打击都能承受得住。有没有合适的职位能够给杨真啊？他吃得了这个嗟来之食吗？所以我说要合适的嘛。我给你推一个猎头的微信。好，谢谢。他是公司的领导层，我的面子他还是要卖的。喂，知道了。我有一个重要的客户要去送一下。哎，这个人在朋友圈里发这么性感的照片，是个正经人吗？亏你还自诩职业女性，知不知道这个年头干什么都要看脸的？我没听说找工作还要看猎头好不好看的。家里的糟糠之夫还当成宝了。跟你这种分分钟结婚离婚的人哪能比呀？我们这种传统的也只能在乎家里的那个了。谢啦。婉儿姐，这儿有个你们老大的快递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哎，婉儿，我昨天管你要的安泰的方案你还没给我。一会儿的，我先把快递给老大送去。那你别忘了，很着急的。老大，进。快递。谢谢。沈明宝怀孕，总经理职位可能出现空缺，还有新曲风。沈大经理如何？告诉过你，许可欣不简单吧？如此看来，总经理宝座又将易主。老板这边请。薛总，您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再见啊。哎，好，再见。你俩先去忙吧。好的。我这刚怀上孕，你就跟别人打情骂俏啊？什么情况？这个叛徒，这么快就发给你了？我是要吃醋的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个男的，绝对是个渣男。
你也得体谅体谅我的感受。你一个孕妇，1级保护动物，还闹过劳务纠纷，谁敢把你当成劳动力啊？我哪儿像孕妇了？你看我像吗？我像吗？我不是个正常人吗？别自欺欺人了，行吗？从闺蜜的关系上看，我恭喜你造人成功，但从雇佣关系上看，这的确是个噩耗。你得允许我找个备胎啊。可以啊，那这个人情得算我的。在戚薇那儿，这事儿得是我主动提出来的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们师徒俩自己勾兑去吧。行。看，这个是给你的，这个是给宝宝的。你这来就来吧，还带什么东西啊？真是，快坐，快坐，手机给你倒点水。哎呀，你不用麻烦我不可。没事儿，没给你说是没到3个月呢，好多人不知道这事儿，没敢声张。哎呀，确实这个月份得小心。来，喝水。哎，我听薛可欣说，是你建议我回公司的。那当然了，我嘛肥水不流外人田，当然是要推荐自己人啦。我真没白疼你，正是时候。哼，怎么啦？哎，我当时啊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，现在冷静下来了。还是那句话，只有工作是安身立命之本。我刚工作的时候，你怎么给我洗脑的呀？你还记得吗？工作呢是越付出越有安全感，感情呢是越付出越没有安全感，结果自己挖个坑给自己跳进去了。哎呀，爱情还是要有的嘛。只是我辞职之后呢，我这位老母亲唯独的化妆机会就是去开家长会，好多化妆品都放过期了。大毒啊，那小胡他现在还那么忠犬吗？哎，别提了。笑面虎这个王八蛋，把这事儿捅给他妈了啊！那你们不就见家长了？见了，怎么样啊？他妈可厉害了呢，见到我就说是我什么老牛吃嫩草，还上手了。你看这鹰爪功啊！哟，这挠挺严重的呀。是啊，这现在还是红着呢。那小胡他什么态度啊？哎，就是一妈宝男。那这意思你俩掰了？长痛不如短痛嘛。行，没事儿，反正咱有工作。这薛可欣啊，马上就新3板上市了。哎，可是毕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，我要去了，你怎么办？薛可欣又说了，咱们排做，分果果。一个分公司呢做传统业务，一个分公司呢做传媒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互不干涉。合着你们早就想好了啊？耶！怎么了，老公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，老公？喂，有猎头给我打电话，我要有新工作了。客人，小杨，恭喜你啊！你就是那个杨铮啊？什么叫那个杨铮？刚从华盛东方出来的吧？啊，你现在名气可响了。啊，是吗？由于你的技术失误，导致了那么大的召回事件。那不是我的责任啊，这个锅我不背啊。我们不喜欢推卸责任的员工，出了问题就要勇于承担责任。是我的责任，是我的失误导致了产品召回。杨先生，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业务精湛的技术总监。你的研发能力怎么样？我在华盛东方工作期间，带着100人团队主导了4项研发，全部都是封闭开发，一关就是1个多月，其中3项实际。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是快乐工作，不提倡加班。那最好，我也不提倡加班，所以我也不认同华盛东方的企业文化。但是我们是很看重员工忠诚的。听说你在华润东方的时候就是个刺儿头，还带着员工造反。我确实参与了，但不是我带的头。我确实也不认同华盛东方的企业文化。具体说一说。
首先是以极低的薪资水平压榨新人，不说鼓励加班，但说鼓励奋斗，这不就是变相的加班吗？这种工作方法导致了明明可以在工作时间内完成的任务，还要拖拖拉拉、磨磨唧唧，工作效率极其的低下。因为你不加班，就等于不奋斗啊。其次，是内部竞争，为了不被淘汰，部门之间要竞争，部门内的员工也要竞争。说白了，这是什么？这些就是内耗啊。如果一个新人好不容易通过了自己的努力混到了中层，那他就不可避免地参与到办公室政治里去。所以一旦出了问题，没有人想办法解决，都在找背锅侠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为了保住自己手里的饭碗，没有人敢负这个责任。第三，追求成功，我们不能把不成功等同于失败啊。成不成功是谁定义的？不是我们自己，是老板。这样的评价系统本来就是不公平、不客观的。我的人生成不成功，不是取决于老板对我的赞许、公司的嘉奖，而是取决于我的价值能不能最大的体现，我的潜力有没有被最大限度的开发。这些都是需要通过公司和企业放大出来的。所以，我要再找工作，一定要找一个跟我价值观一致的公司。但是很遗憾，我想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这样的公司。我闹钟呢？我闹钟没响吗？响了，给你按了，想让你多睡一会儿。哎，我今天见客户路上有多堵，你不知道吗？戚薇不是回来了吗？让她去见客户啊。你现在怀孕了，你让她多照顾照顾你，帮帮你的忙。谁家公司养闲人呐？我不上班，身上掉馅饼了。你说谁闲人啊？这是微信嘛。哎呀，我知道。你是心疼老婆，想让我多睡会儿。还算有良心。哎，你今天不去面试吗？不面了。为什么？不想面了。我早就上了各大公司的黑名单，叫我去面试跟看活似的，谁敢真用我？哎，我听猎头说有一家公司1试已经过了，等着去2试呢。不去了。帮我拿下手机。那这以后呢？以后也不去了。不想把伤口揭给别人看，大家要看我疼的是自己。以后啊，我就在家给你煮饭、洗衣服、带孩子。这条鱼孕妇吃了最好了。老板，再帮我再拿一条，我媳妇怀双胞胎。呵，一次性完成生育指标啊，有效率。啊，54。不是老板，便宜点呗。行，零头给你抹了50。这太不爽快了，就抹了个零头。现在生意不好做呀，理解理解吧。那你再帮我套个袋吧。哎，好嘞。哎呀，看不出啊，你还是个好老公啊！现在年轻人出来买菜了，可真不多了。支付宝到账50元。啊，年轻啥？都快40了。谢谢。行，再来啊！杨正，杨正。
那你真是吓我一跳。怎么了？没吃饱？做实验呢。我把楼下超市薯片全买回来了，看看哪种薯片分贝最低，就会通过那样的共振把电视的声音压住。就这么无聊啊？不无聊啊。起来，起来！我跟你说了，人懒久了就会丧失斗志的。起来，去找工作。起来！2个宝宝说来就来了，咱们还得换大房子呢。民宝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，怎么还指着一个大肚子去挣钱呢？啊？妈，你以为我不想找工作呀？你以为我愿意在家当米虫啊？我去找了呀，人家出事就把我给刷进来了。你知道有人现在像什么吗？就跟这个薯片一样，人家都把我当零食，没人拿我当正餐。儿子，逆水行舟。你要是再给我上这种心灵鸡汤的课，我就离家出走了啊！到点了，我得去上产前准备课了。则退。好，我们拿一片纸尿片，把内折页折出来。好，轻轻的拉动一下。哎，你好，老师，不好意思迟到了。我们这是孕妈课堂，您是？啊，我报名了，杨铮。哦，好，那您请进吧，拿一下东西。仰望着高楼，不好意思啊。你好。好，来，大家都看我啊，我们继续。我们像不像？我们把这个宝宝的腿轻轻的用右手抬起来，然后迅速的将纸尿片放到他的身下。踏着风雪飘零，油画在岁月的潮汐。我们跑丢了自己。基于媒介中心化的传播方式已经不灵了，依靠强势渠道和广告轰炸建构起来。爱情，多少美梦成了说说而已，还好有能取暖的回忆。老公，我想喝酸梅汤。活蹦乱跳，在哪里，却又浮浮沉沉的飘荡，在哪里，停在灯火通明的夜里，我们游来游去，心却在哪里？泡的形式，慢慢的把宝宝放进去，摇一摇，接触水温，摇2下，好，放到我们的澡盆当中。好啦，各位同学辛苦了，我们先休息10分钟，谢谢老师。最近看没看那个黄金档？那叫《我们都要好好的看》了。哎呦，那个我是一边看一边哭啊！哎呀，这怀孕期间害怕这么一哭影响孩子的发育。是，那戏看了我也看，太闹心了。但是我跟你说不行，你怀孕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心态的平和。我跟你说，我有个朋友的朋友怀孕的时候老公出轨了，天天干架，天天干。最后生完孩子畸形，畸形，那最后结果怎么样？离婚了呗，还能过呀？能过吗？哎呀，离婚了！我跟你说，我们一定不要有负面情绪，这样生出来的宝宝才健康。对，不过我不担心。哎呦，我老公是搞金融的，一天忙得很呐，他可没时间出去。我也不担心，我老公4大的。我老婆也没时间，我老婆女强人。公司马上就要新3板上市了，这么厉害，这么厉害！是啊，我老婆那家伙，但是明天商场里有什么打折？我带你去。哎，什么打折？我明天没事，我跟你一块去。那个都是女装，去看一下。我老公的女装你不懂。什么面？不是他，一会儿下课找我。